這2年智慧型手機在拍照能力上有着非常大的進步，但品牌們似乎還不滿足，尤其是 vivo 跟 OPPO 都加入了外接增距鏡配件。之前分享了 vivo X300 Ultra 2顆增距鏡的實測，這次就來聊聊 OPPO Find X9 Ultra 的增距鏡。嗨，大家好，我是 Kissplay。智慧型手机的拍照能力越來越強大，隨手拍都能有好照片，但有個最大問題就是長焦。目前比較常見的長焦焦距都落在70到85 mm 左右，而手機最長的焦距則是落在前幾年三星 S21 Ultra、S22 Ultra、S23 Ultra， 還有今年的 OPPO Find X9 Ultra， 它提供了10倍光學望遠，也就是230 mm 左右。不過即使這樣，好像還不能滿足許多手機攝影愛好者的期待，因此幫手機加上了增距鏡，就成為了另外一個選擇哦。這是 OPPO Find X9 Ultra 所帶來的增距鏡，可以放大 4.3 倍。那安裝在3倍的長焦上，帶來300 mm 的超長焦。或許有朋友會問，為什麼不裝在10倍鏡頭上呢？其實我覺得這個也是不錯的建議啊，但這部分我等等會說明哦。那這集會有日拍、夜拍，還有錄影實測，也會簡單的跟原生10倍鏡頭進行比較。那我們就開始吧。首先來開箱哦，這一箱就是 OPPO Find X9 Ultra 哈蘇大地探索家套組哦，真的是有夠大一箱哦。那裡面有放了3個小盒子，分別是鏡頭、手機專用殼，還有其他的配件應該就是該有的都有啦。先來看一下專用手機殼，它是大地胎原的配色，跟我手上的手機是同樣顏色。安裝時先建議安裝手機殼之後再把鏡頭環接上去，會比較好裝。安裝後你會發現那個轉接環那個表情真的是不曉得是欠打還是可愛哦。那安裝鏡頭也很簡單，只要把橘色的小點標示朝上，就可以比較快速的鎖上。那這個鏡頭真的是不小顆哦，稍微量一下，大概有14公分。如果再加上鏡頭的遮光罩，大概就有17.5公分。不過有遮光罩真的是方便很多啦，拍攝時比較不會有耀光產生。對了，手機殼上原本就有小小的手把，設計的還不錯，那好看又好握。它跟 vivo 的不太一樣，是採用藍牙連接，不過反應還算蠻快的，並沒有太大的問題。在拍攝最近對焦距離部分，官方並沒有提供資料，所以我自己稍微測了一下，大概落在2.5公尺左右，所以街拍上還算蠻方便的。安裝上增距鏡後，必須要進入哈蘇增距模式才能使用，這跟之前是一樣的。那所提供的功能就只有濾鏡還有舞台模式，所以相對單純，也相對的功能比較少一些。那拍照是提供300到4575 mm 的範圍，在13倍還有30倍都可以用點選的方式微調到下一個焦段哦。那另外在600 mm 以上會自動開啟高解析長焦演算法來補償畫質。那1380 mm 以上也就是60倍以上，就會自動開啟 AI 的功能來做修補。那所以這邊也分享給大家參考一下。錄影部分則是提供13到60倍的範圍因為目前 AI 應該還是沒有辦法及時修補影片的細節啦，所以它只能提供這個範圍，會比較畫質會比較好一些。看完開箱跟使用界面後，我們直接進入實拍環節。先來看看最理想狀況下的拍攝能力，就是在攝影棚內上腳架拍攝。那在光線充足下，從300 mm 一路到800 mm， 細節表現都還算不錯。那1000到1380 mm 時開始可以發現有比較多一點那種塗抹感。那1800 mm 以上，銳利度就比較沒有那麼好了。但認真說，經過 AI 的修補，畫面還是有一定的清晰度。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微弱的光線下。會自動啟用夜間模式，也就是會有幾秒鐘的曝光時間但這個都是用算的不是真的是做場曝哦。那300到690 mm 的表現，我覺得還算不錯哦。那800到1000其實塗抹感就比較偏重一些。那再上去的話，就是整個劣化的還算蠻嚴重的啦。所以這邊就給大家參考一下。看完最理想的狀況表現之後，我們再來看一下戶外手持拍攝，這也是大家最常用的拍攝方式。那這個也是最考驗穩定度的一個方式哦。那先來看一下光學焦距，也就是300 mm， 日拍部分穩定度非常非常的好只要手持不要太晃
幾乎它不會有晃動感，畫面也非常的扎實，色彩表現也算是飽滿亮眼啊，成功率是非常的高哦。那夜拍的部分，高光抑制表現得非常優異，通透感也很好。雖然夜拍會有幾秒鐘的曝光時間，但只要物體呢不要晃動得太劇烈，還有你自己不要晃動得太劇烈，大多的畫面都會被凍結下來。那數位焦距部分，在光線充足的白天，表現基本上跟攝影棚內拍攝的感覺很像啊，甚至到1380mm都沒有太大問題。那這邊就分享幾張照片給大家參考。數位焦距夜拍部分，在被攝物光線明亮充足下，也跟白天的狀況其實非常接近，到1380mm幾乎都沒什麼問題。但如果光線比較偏暗時，大約在690mm以內的拍攝啊，會比較保險一些哦。接着我們來看一下錄影實測，光線充足下的白天去拍攝，雖然60倍的銳利度會有一些不足，但在動態拍攝下哦，其實不太會，好像沒有那麼明顯啦。如果想要比較扎實的畫質，那30倍以內會比較好。夜晚拍攝時，如果用手持拍攝，雖然畫質都還不錯，但手持畢竟沒有那麼穩定哦。拍攝後都有一些防手震的補償後的那種小抖動啊，應該就是演算法造成的哦。所以建議用腳架拍攝啊會比較好。如果在極暗的環境下，建議只用光學焦距拍就好了，因為再上去就不太理想了。對了，前面有提到 Find X9 Ultra 長焦有10倍，也就是等同於230mm， 數位焦距也有 AI 補償，那真的有需要用到真距鏡嗎？我們直接用10倍鏡頭放大到300mm，其實表現真的還不錯哦，甚至460mm，雖然它是有一點數位感，但也算清楚。當然沒有比較沒有傷害，我們直接把真距鏡同焦距的照片擺在旁邊，大家應該很容易看出來哪一張比較好看吧哦。那為什麼 OPPO 不把真距鏡放在10倍鏡頭上呢？我覺得硬要做當然可以哦，不過因為10倍的光圈啊跟感光元件是比較小，所以大概就只能用光学焦距拍攝。那另外就是防手震的能力，我覺得應該還是不到位啦。所以如果要用手持拍攝的話，可能就會晃到你不太想拍哦。不過我想這個應該是 OPPO 該努力的事情啊，就讓我們看一下下一款手機有沒有機會把真距鏡放在10倍鏡頭上，那這樣子的表現應該會令人很驚豔吧。總結來說，這顆真距鏡不是單純的把畫面拉得更近，而是真的能在中長焦跟超長焦之間保留更多細節跟自然的質感哦。那對於喜歡拍風景、舞台、動物，或是常常覺得手機望遠不夠遠的朋友來說，OPPO Find X9 Ultra 搭配這顆真距鏡，確實能帶來很有感的拍攝升級哦。但如果平常只是偶爾用望遠來拍照啊，那其實原生的10倍鏡頭已經相當的夠用了。以上就是 OPPO Find X9 Ultra 真距鏡的實測，感謝大家收看這期節目，希望大家有喜歡這次內容。如果有任何建議或問題，也可以留言讓我知道。我是 Kissplay，下期見嘍，拜拜。